5月20号，泽连斯基的5年总统任期届满，但由于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政府发布了戒严令，乌克兰新一届总统选举已无限期推迟，因此泽连斯基仍将继续履行乌克兰总统的职责。但泽连斯基留任引发外界争议和质疑，泽连斯基将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对俄乌局势又有何影响？ 另外，美西方决定动用此前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资助乌克兰。俄罗斯也展开一系列反制措施。 乌克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同时也规定现总统应继续行使权力，直至新当选的总统就职。但根据乌选举法，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期间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9号签署法案，将乌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90天至8月11号。由此，泽连斯基可继续合法任职，但又不在合法任期内。目前，约65%的乌民众仍相信泽连斯基会带领乌度过困难时期，而乌当局并没有对泽连斯基继续任职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乌宪法法院也未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另外，西方国家仍在泽连斯基身上压注，总体立场为支持泽连斯基任职的合法性。我们也看到，就是泽连斯基在国内的这种掌控力，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稳固的，相对来说啊，因为不论是反对派也好啊，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势力哈，都没有说直接能够挑战他的这种总统的权威啊。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战时的状态下，如果真的是举行选举的话，那么无论是对战局也好，或者是对国家的这种稳定也好，可能都是很不利的啊。所以说，至少在现在来看啊，在战时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种。虽然说是任期已经到了，就是法定的任期已经到了，但是他的这种战时总统的这个状态还是会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乌独立新闻社20号称，俄罗斯当局一直在极力渲染炒作泽连斯基继续任职的合法性问题，并称之为心理战，试图破坏乌国内政局稳定和民众信心，影响乌军前线作战。此前，普京曾表示，如果没有合法政府，或将对未来俄乌之间的可能的谈判带来障碍。不过，观察认为，泽连斯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前线局势的恶化。如果他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反对者则会质疑泽连斯基的总统职权不再合理，由此或将改变乌权力结构。乌克兰国内甚至有人发起网上请愿，呼吁征召已经不是合法总统的泽连斯基入伍。随着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开辟新战线，乌军正面临战争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俄国防部20号发布消息称，俄军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此外，俄军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别洛哥罗夫卡定居点，并占据更有力的防线和阵地。不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北部战线誓死抵抗，几乎不间断地炮击俄边境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同时，在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克里米亚都在施行反攻行动。乌方称，目前乌军仍控制哈尔科夫战线关键的沃尔昌斯克市约60%的地区，但俄军对该市的进攻仍未停止。本身这个哈尔科夫州是乌克兰这个人口比较众多，而且是工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尤其是它距离这个乌克兰的无论是基辅也好，或者说是中部的地区也好，是非常近的。一旦是俄军将这个地区突破了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威胁到中部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些大城市，那么甚至是可以和这个南部的赫尔松呀，包括和东部的这个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形成呼应。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那么他必须要这种拼命的抵抗才能保证现在的这种战场上的这种相对的军事。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已冻结大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央行资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本周晚些时候将开会讨论，以期动用此前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资助乌克兰。正式决策可能在下月于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做出。过去数月来，西方国家一直讨论如何动用这批资产。美国认定没收俄方资产并将其直接发给乌克兰符合国际法。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则担忧此举的合法性及其所涉先例的危险性。分析认为，实际上对于动用俄罗斯扣押资金的法律风险，美国最清楚，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态度也反复横跳。本月初，美国延长俄罗斯银行进行能源交易许可证一事，就被认为是华盛顿打脸自己的实锤。2022年，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与俄罗斯银行进行交易，但去年12月又对此发出豁免，并在近期再次延长。这意味着与俄罗斯部分银行进行能源领域交
交易仍可继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分析认为，美方延长许可是因为担心制裁俄罗斯会引发能源危机，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而在今年11月要面临总统大选的拜登，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延长这个窗口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进一步去这个考量他的这个盟友的利益吧。特别是现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市场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他如果完全把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交易从整个的能源市场中剔除的话，也是非常不利的。他对这肯定是这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还会进一步的提升。那其实俄罗斯还会能从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提升中去获利。针对美欧冻结俄资产，俄罗斯也展开一系列反制措施。18号，俄罗斯没收了德国最大银行的在俄资产，涉及2.386亿欧元。德意志银行在俄罗斯拥有广泛业务，这次涉及的2.386亿欧元只是该行在俄罗斯资产的一部分。外界注意到，此前俄方也曾罚没德国商业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及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在当地的资产。上月，俄罗斯还将意大利供热公司阿里斯顿热能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交由国家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临时管理。虽然这个钱看起来很多，但相对于说对俄罗斯实际被冻结的这个资产来说是很小的，也就是个零头。俄罗斯现在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司法裁决的方式去没收，象征性的去没收这个美欧在俄的一些资产呢？其实也是为了发出警告，特别是针对欧洲进行的警告。然后欧洲其实在走出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冻结俄罗斯资产转移给乌克兰的这个政策上面，它会有一些顾虑。